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翻书日记，我是杰克。现在呢，我又要出发到新加坡啦。那其实这次呢，我进新加坡目的是为了要见我的财务规划师。为什么我要进去见他呢？是因为在近期啦，我收到一封 SMS， 我的银行突然被征收了一个700多块。经过查询了过后呢，才发现到那个是我之前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买下的一份保单的保费。这次进去呢，就想弄清楚我这份保单到底要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活好一段时期了，就真的是要快2年了。然后我就在想，以前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买的保单还需要保留吗？还是需要就这样子 cut 掉它？也顺便让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可以更了解一些有关于这些财务规划的东西。现在就进新加坡去见我的财务规划师 Janice，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呢，现在已经到新加坡啦。那其实讲到 Janice 她是我的前上司啊。如果你们一直有追踪我频道的，就知道我有一次有在一个影片当中有提到我在新加坡曾经担任过 financial advisor， 然后那段时期呢，他就是我的 supervisor。也是我的 leader 啊，可能是因为心态上的问题，做了一段时期过后呢，就没有做了。那之前我担任 financial advisor 的那间公司啊，是叫做 IPP Financial Advisory， 也就是 Janice 现在在的那间公司啊。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间公司呢？可能你们可以看回上一期的影片 ，Janice 她在这个领域啦，在我那个时期开始，她就算是这个领域里面的 top 20%，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去 event 对吗？她真的是每次都上台了嘞，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哦。所以在我没有当 advisor 的过后啦，我多数的客户都是 under 她的。哇哦，就是这里，好久没有看到这个 logo 啊 ，IPP。是啦，新的 office 去按门铃。OK， 这个就是 Janice。Hello。在录啊，嗨 Janice 带我参观她的新 office。参观一下我们的 office， 来，请跟我来。对的，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的同事在很努力的帮他们的 customer 做 financial planning。你看，同事们请挥手。价钱 ，Wing Fi， 这两个我认识，会耶，会啊，会上市吗？谁要上 YouTube 的？我要版权啊！跟你们这个什么看什么戏，什么 J 什么？哦，你没有 follow 我，你惨了！你看他忘记我了。这个我还记得他叫 Wing Fi 嘞。我不记得 YouTube， 我记得在以前在这里的时候很用功，真的很用功。他还是我 roommate 的 doing retreat。哎呦，是哦。这是我们的 family photo， 还有一个蛮不错的 view 啦。新 office 很漂亮哦，那个 view 不错啦，对。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在 IPP Apex Advisory Group 的一间 meeting room 里面了。然后 Janice 她把她的 team 全部都带来了，我是有点拍摄，很多个 advisor 给我 advice。Hello， 我是 Tracy， Eugene， 所以这位就是 Janice 对，大家好。for 我自己，我在这个 financial planning line for 差不多 more than 15 years already 啦。多谢就是很多 customer 来杰克都很 supportive。真的很谢谢他，因为其实我没有做了过后啦，我的 client 全部都是 Janice 帮我管，谢谢你。不用客气呀。那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啦，因为我回马来西亚将近差不多要2年了。前一阵子我收到 SMS， 我的 account 为什么突然间被扣了一个700多块？然后我去查一下，原来是我之前买的 shoe plan。之前我还是 advisor 的时候啦，我就有帮自己做了一些 planning， 也是有帮我太太做了一些 endowment， 就是 saving plan。我们回去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也是打算要在那边生活啦。我们不知道这个 plan 还需不需要 continue， 就想得到一些 advice 这样子。那现在你还是 PR 对不对？So for now 你会继续 continue 这个 status 啊？ PR 的 status 我会 continue。OK， 就蛮 common 的啦，就有蛮多来 for personal reason， 然后回去 Malaysia 一下子或者是 for permanent 要 consider 的是来是会 permanently 吗？就是永久性的，永远都不会再回来新加坡工作吗？还是可能只是 temporary？ 我这种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办的话，actually for 蛮多 Malaysian， 甚至来印尼人，还是我们周围的国家的 citizens， right？ 去很多人喜欢来新加坡看医生，因为新加坡的 medical not bad 啦，所
So if let's say for example 你 eligible to buy a insurance plan here，其实是蛮难得的。所以如果say example 有什么很 serious 的病啊，还是比较棘手的情况，可能来新加坡看医会是一个 option 的话，可以的话就 continue 这边的 plan 咯。这样子我想问哦 Janice，如果我在新加坡有买到任何的一些 insurance 还是保单啊，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国外，就是新加坡以外，好像我在马来西亚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是有办法可以 claim 到的嘛？其实这个question 是 very valid 的啦，因为一定会有这个 worry 嘛，especially 来你们来回还是我们去别的国家的话，so for financial planning 的这些insurance plan 有一些是可以 cover 的，可以 cover 你刚才讲的情况啦，有一些是 maybe 比较 strict，like only can be in Singapore，so 最好就是在consider 那个 planning 的时候make sure that 那个 product 是 fit 你要找的咯。比如说今天我想要买一个可以 cover 我很多地方的，来我出国公干还是什么东西 ，then make sure that when 你在跟那个 financial advisor discuss 的时候，要 make sure you get the scope of cover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啦。Case by case。case by case 啊 ，So but then 我们 come back to 你的question about MediShield Life。MediShield Life 就是只是 cover 新加坡而已啦，因为它是 Singapore government subsidized 的 scheme，所以就是 mainly to cover Singaporean and residents including PR like yourself 啦。对。如果我在马来西亚发生什么 serious 的生病啊，还是进医院之类的话，我已经在马来西亚入院了，然后我现在有这些 plan，我要转到新加坡医院的话，这个东西可以的嘛？然后 insurance 是会 cover 的嘛？所以那个 plan 是新加坡买的 plan， 然后就是我那个人来新加坡求医啦，不要讲你啦，吹啦，不是你啦，是一个人啦，对吗？那来求医啊，所以如果那个 plan 是 cover 新加坡的，那当然他来求医，他就会被 cover 咯。我是在马来西亚发现这个东西的话，来新加坡求医是 OK 的，对。如果要 claim 的话，可能需要新加坡的 doctor 帮忙写一个 report 还是什么东西啦。OK， 在哪里生病是 not so important 啊，因为重点是那个在哪里求医嘛。蛮多人都会觉得新加坡的 healthcare 是比较 top 的。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会建议可以 keep 下去啦，对啦。或者是如果 somebody 还没有 consider 的话，他可能应该找一个 advisor 跟他 go through 一下。What is all this medical coverage about 咯？那我想知道哦，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因为我相信你们应该有接触到蛮多 Malaysian 的 client 啊。因为讲真的，我有蛮多观众哦，都是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有吗？有没有什么 interesting 的 case 可能可以 share 给我的观众？我说话只有一个 client 是来，他也是有 hospital plan，then after that right， 他回去 Malaysia during 他的 visit 的时候，他中 dengue，then 他就住院咯，then 他就有问我，来。我 dengue 这个可以 claim 吗？claim 得到吗？这个 case 也是有一点特别，因为他在马来西亚也是有 coverage， 所以他就直接 claim 那边的了。如果他没有做 any claiming 的话，他先 claim 的话是这个情况 right， 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住院。所以如果说他已经是 admit， then 这个是 emergency 了嘛，算是 dengue 嘛。在 Malaysia 啊。所以就可以，也要看他的情况啦。我的这个比较 like special 一点啦，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 client 哦，他是马来西亚人，他来新加坡做工，他每天都会回去马来西亚。特别的就是他会做一些投资在新加坡啦。如果是外国人想要进来新加坡投资的话，也是有一些 plan 可以是有 recommend 给他们。呀，当然有一些 restriction 啊，就是可能有一些 plan 可以买，有些 plan 不可以买，不过是有这个可能性的。OK， 那么其实哦，我有听到有很多人会讲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非常的靠近，在马来西亚做 planning 哦，可能会比较划算。你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有什么看法？对于划算来讲 ，right，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对我而言，我觉得划算是来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都要创造最大的价值。我觉得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 financial planning right 都各有优势，要看那个人他的 concern 是什么，他要滚钱吗？还是他的 worry on insurance 还是什么？他面对那些不同的方案 right， 他得想一想到底哪一个是最适合他自己咯。所以我认为最好当然是找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来 to consult based on 他那个的情况 then to analyze 哪一个是最适合的。我觉得 Malaysia 也好，新加坡也好都可以。这种情况可能来马来西亚人先过来，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些 existing policies。所以我们会怎样做？就是我们会分析它到底有多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在新加坡多久？因为如果他有想长期住在新加坡的话，可能他的以后的 lifestyle 都是在新加坡，我们就会帮他计算一下，他现在 existing 的 coverage 够他在这里的生活嘛？如果够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要再进步啊。而如果还是有一个 gap 的话，那我们就会帮他用新加坡的一些 solutions 帮他 to cover 那个 gap 哦。如果
我在做这些 claim 的时候啦，在新加坡买个保单，然后在国外发生意外accident 的话，可以 claim 的话，它的 claim 是算新币还是算马币的 OK， 首先你要看你在哪个国家发生 ，so by right 你的那个 medical cost 就是马币啦，它会有一个兑换率，是新币。but 有时候要看，因为 claim 这种东西很难讲说肯定 claim 还是肯定不可以 claim 的。When let's say 我们要 submit 一个 claim 的时候 ，insurance company 就有 claim department 嘛，他们会 process 看 whether 有没有来在诈骗还是什么东西的啦，make sure 是真的是跌倒，而不是自己推自己跌倒啦这种东西。Example 可能因为有一些国家的医药费是比较高的，某一些国家可能伤风感冒还是什么，看一个医生就已经几百块的东西，把新加坡是几十块。所以 let's say 那个人他回来新加坡claim 的话 ，right， then 那个 claim department 也是会看，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可能在新加坡只是50块，连那个 bill 500块。所以他们可能会 moderate 所以也不一定会拿回那个 actual。OK， 这里也想给一些可能有想要来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或者已经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一些建议，就是你们会建议他们在新加坡做 planning 呢，还是回马来西亚做 planning？ 不同 community 就不同的 solution， 一群人可能就是过来新加坡做工 like a few years，then 他们有想法要回去，then 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我就是要居住在新加坡 for very long 的，可能退休的也要在。所以不同 community 的人就会有不同的 solution。但是 the main thing that we still want to deliver is while you are still in Singapore, whether for short term or for the long run, you still need to get prepared. At least, right, 你要有足够的 coverage 咯。Since you are also in Singapore, because time is money 嘛 so you would also want to make use of the time you are in Singapore to grow your idle cash. So either for the short run or for the long run, there's still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can do. 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你可以 meet up with a financial advisor and tell them what is your plan. Advisor 我们也会问你在马来西亚有什么 jus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there's no duplication， 你也不要浪费钱。Then additional cash 看有什么方案可以帮你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懂你的需要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跟 client 讲话或者 client 跟 advisor 讲话的时候，一定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很相信这个人，你要跟他讲你的情况是怎样的，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很好的分析你这种 circumstances 需要怎样的 solution to guide you there。所以一定要有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啦，这样子才能 journey together。对。好，所以呢，今天受益良多，3位 advisor 该跟你们 share 的东西呢，希望对你们会有一些帮助啦，就是 at least 给到一些你们有用的信息。好啦，所以非常谢谢 Janice、Tracy、Eugene， Yes， 谢谢 ，Thank you，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拜拜。现在回马来西亚了，哇，超多人的。好，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回到家啦，现在就来做一个结尾。我觉得 Jenny 讲的对啦 ，as long as 我还 hold 着这个 PR 的 status 我觉得我应该会 keep 我的所有保单啦，包括绩少的。因为很老实讲啦，在新加坡的医疗水准啦，真的是蛮不错的。虽然我在马来西亚也是有保单，在新加坡也是有这份保单，至少我以后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还有的选。绩少的那个 saving plan 新币真的很强，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当做是一个储蓄，继续下去这样子。For 我自己的话，今天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能力的话就应该继续，不要随意的断保。因为讲着健康的这个 status 随时都会改变的，今天不知明天事嘛。第二个我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在刚刚 conversation 当中我是有得到很多 information 而且讲着啦，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这种 financial advisory firm 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因为你去想一想，如果你遇到某一间公司的 financial advisor， 他肯定是推他们家公司的 policy 而已的，他不可能跟你讲我是 insurance company A，but insurance company B 的 policy 比我们好。不可能的，所以呢，你们可以试一下这种 financial advisory firm， 就好像 Janice 的 team 这样子的。我以人格担保 ，OK， 他们不可能是那种很 pushy 的，因为我之前做 financial advisor 的时候，也是有受过他们的一些 training process 所以我知道不会随便 push 你们 product， 也是要看你们自身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就是关于 financial advisory 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啦。我有跟他们要一个 QR code， 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疑难杂症想问一个究竟的话，也不想去找那种从某家 insurance company 出来的 advisor 的话，你们可以 scan 这个 code， 这个 QR code 呢，你 scan 了过后就可以直接联络他们了。然后呢，我会把他们联络方式放在影片描述栏底下，问一下，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的问题，可能你们的职业 advisor 不知道 advise 什么，然后你不清楚你的 policy 的东西都可以问他们。
因为讲真的啦，要找一个可靠的财务规划师哦，是蛮难的。相信大家都应该有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你 advisor 突然间不见掉，如果有联络你，跟你讲哦我不做了，我把你 pass 到给别的 advisor， 这样子还好。但是你遇到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他就真的走掉了，你也不懂去找他的时候，跟你讲哦我没有做哦，你自己 set 的。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他们。最后一个结论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在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总之你出来社会了过后，拿到了第一份薪水，你就可以做你的财务规划了。出社会后呢，学会理财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在影片结束之前呢，我需要做一个 disclaimer。刚刚你们所得到的所有 information， 还有我们所有的 sharing 都不属于 financial advice。OK， 这个只是我的个人分享，我的 personal sharing， 就是我本身遇到什么状况，我跟你们 share， 然后希望这些 information 对你们有一些帮助。如果你们需要真正的 financial advice， 你们需要去联络你们的 advisor， 或者是可以联络 Janice 的 team， 他们呢才会给你 professional 的 advice。我这里呢，你们所得到 information 只是一个 sharing 而已。OK， 好啦，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觉得这支影片有用，有帮到你们的话，就给我一个赞。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